截止到11月6号 ，ORYX 战争公开情报网的数据，俄军有视频和图片证实的坦克损失数已经达到了1420辆。当然呢，这只是有证据的损失数，实际数量只会更高，保守估计是应该不低于2000辆。毕竟不是每一辆被摧毁的坦克都能有幸获得一张遗照的，但是即便是1420辆，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仅零头就接近了英德两国坦克的总和。那么俄罗斯究竟还有多少辆坦克？当中又有多少能运作呢？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在网上搜索过俄罗斯到底还有多少辆坦克？比较靠谱的说法大概是2000到2500辆能正常出勤的。当然，也有一些听起来比较离谱的。这些回答则是说，他们还有1-2万辆坦克。显然，这两种回答的差距太大了。那么具体情况是怎样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俄军坦克的储存模式是有区别的。一部分是持续保养，为世界大战做准备；另外的则留着拆零件。其次，存放这些坦克的位置以及具体数目基本上都是军事机密。那么既然是机密，在网上肯定是查不到相关信息的。如何才能知道俄军还剩多少坦克？有朋友可能会说根据军区及下属部队编制来统计俄军坦克数量应该可以吧？这个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别忘了，这些资料同样也是俄军的机密。而且从苏联解体到今天，俄联邦武装力量的组成和番号经历过多次改组。以俄陆军129近卫机炮师为例，2001年它改名为第17近卫摩步师，2009年它又降级为第70独立近卫摩步旅，最终在2018年它成为了第127摩步师下属的第114近卫摩步旅。而这个第127摩步师的前身则是第59摩步旅扩编，再往前查呢，也是一个机炮师。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摩步旅就经历过多次改动，要是用这个方法来统计单位的配属坦克，这个工作量呢，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查，就是坦克建立储存基地的目的。众所周知，履带式车辆长途行车奔袭战场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毕竟它们太耗油了，尤其是坦克这种超重型车辆，同时履带的故障率也远比轮式要高，所以运输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毕竟谁也不想庞大的机械化机动部队还没开到目的地就全部趴窝，因此呢，无论是送进去还是运出来，坦克都还是不要亲自上路的好。那么运输大型货物最廉价的运输手段是什么？毫无疑问，当然是铁路了。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俄罗斯陆军具备一定规模的坦克存放基地，大概率会建立在铁路线附近，而存放坦克的场地呢，通常都比较大，可以轻松地从卫星地图中判断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直接通过卫星地图沿着俄罗斯铁路网寻找坦克的集散中心就 OK 了。大兵依靠这种方法共计找到了8个俄军坦克库存基地。由于方法过于笼统因此肯定是有纰漏的，但是考虑到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在评论区补充。这个坦克库存基地是位于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州西部的布伊市。卫星图片中具有战斗能力的坦克大兵用黄色表示，储存坦克为橙色，报废坦克为酒红色，白色则是存放坦克的仓库。这个基地大兵粗略估计应该存放有1000辆左右的坦克，其中可以看到可以挽救的数量是不到一半，大概是只有300辆。这个坦克库存基地位于俄罗斯最东南部滨海边疆区的阿尔谢尼耶夫市，属于俄联邦坦克示范储存基地，相对比较公开，大多数信息呢都可以准确的找到。军事记者也经常访问这里，同时网络上也有照片显示坦克存放在部分仓库中。那么究竟有多少和有多满呢？大兵是没有查到，所以我们还是只能根据卫星图片来粗略的估计。从图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坦克存放数量接近1000辆，但是很明显，大部分坦克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即使是以最好的情况来估计，能修好的是有250辆左右。这个坦克库存基地位于西伯利亚中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市集镇科祖利亚。根据图片估计呢，大概是有600辆坦克。
虽然图片上看起来只有350辆左右有维修价值，但实际上这里的坦克保存环境还不错。最近的一次动用储备呢，是在2014年，当时俄军从这里调出了一批 T64BV 主战坦克，伪装成了乌军被俘坦克，填充给了顿巴斯地方武装。这个坦克库存基地位于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中心城市叶卡捷琳堡。在这个基地中呢，大兵是没有发现一辆处于报废前的坦克，而且根据查到的资料，这个基地的仓储规模一直在下降，原因呢是向其他基地运出坦克，或者直接就地拆解作为零件。从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坦克保有量在250辆左右，几乎都可以被修复再服役。虽然内部也有数座大型仓库，不过就大兵查到的信息来分析呢，仓库里的坦克应该是没有多少。这个坦克库存基地是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托普齐哈区，属于俄军大型基地。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地没有大型仓库，坦克保有量估计在1100辆左右，其中一半以上的坦克状况看起来还不错。这个坦克库存基地位于俄罗斯图拉州南部的耶夫列莫夫市，它本来呢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仓储中心，曾经存有超过3000辆坦克，但现在的仓储量已经下降到800辆，并且其中的大部分急需修理。这个坦克库存基地位于俄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市，同样也是一个大规模的坦克集散点。就可用设备数量而言呢，称得上是俄军坦克储量最大的基地之一了。由于这里也是俄军第5独立坦克旅的驻地，因此这个基地的坦克数目从图片上是很难辨别的。不过大概来看呢，存放1000辆坦克应该是轻轻松松，保守估计300辆坦克具备作战能力。这个基地与前面几个不同，它是一个位于俄乌边境的仓储基地，原本是俄军距离前线最近，同时也是他们最大的装甲车辆卡车存放点，直到2018年才开始接收坦克。根据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这里大概呢有近400辆坦克，并且只有少数是看起来需要修理的。换句话说，这个基地最有可能在俄军战事紧迫时为前线提供储备坦克。以上就是俄军比较大并且尚处在工作状态的中央坦克库存基地。当然除了这几个呢，还有一些小型的坦克存放点，比如第187武器储存基地，一致的坦克储存数量为50辆，第245武器储存维修基地也有小几十辆。至于其他小型坦克存放点，都因为在2009年谢尔久科夫的军事改革被关闭，这里大兵呢就不多说了。总之，俄军在过去的10几年里一直在削减坦克的储备量。到目前为止，俄军坦克仓储基地只剩下6000辆左右的坦克储备。而根据大兵前面罗列的数据来看呢，其中最多只有3000辆具备修复价值。看到这里，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苏联原本不是有一个极其庞大的装甲军团吗？俄罗斯再不济也不会只有3000辆具备作战价值吧？这里大兵要说的是，事实确实是如此。虽然上世纪90年代苏联的军事基地中存放了3万辆坦克，但是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呢是直接下降了7000辆。等到2015年，整个俄罗斯境内就只剩下12000辆了。至于苏联俄罗斯坦克数量骤降，部分原因是1990年华约北约是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个条约出现呢，将双方的坦克数量均限制在了2万辆以内。值得注意的是，条约中有一个小小的限制，那就是条约中规定的欧洲指的是乌拉尔自然山脉以西的地区，其中呢自然不包括西伯利亚，所以苏联俄罗斯大部分坦克仓储基地基本上都是位于西伯利亚的。然而这个条约在签署7个月后，华约组织就分崩离析了，紧接着苏联也跟着解体，俄罗斯和北约都退出这个条约，因此条约本身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就不复存在了。此后俄罗斯接手这些坦克，缺乏全面战争的威胁，再加上昂贵的人员装备维护费用，这些昔日的钢铁洪流一时间呢就变成了吞金巨兽。毕竟坦克这种装备是需要定期预防性维护的，每个月至少进行一次检查和维修。如果这种日常性的养护存在缺失，那么当他们需要重启并投入使用时，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进行全面大修。同时坦克也不能长时间停放在室外，而从苏联解体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时间了，坦克内部和外部都会生锈，
任何留在内部的液体都会侵蚀相关系统，比如发动机和电子元件等部件，极有可能会面临氧化卡住等无数其他问题。即便这些坦克储藏基地有室内储存条件，它们也依然会随着放置时间过长，彻底丧失作战能力。咱们以美军坦克储存标准来举例，他们要求每个月要对每台坦克进行10个小时以上的检查和维护。要知道，这种日常维护其中呢还没有算上每年年底进行的全面检查。而提到美军坦克，大兵这里要插一句啊，他们同样也有大型的坦克仓储基地，例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塞拉陆军仓库和阿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陆军仓库，共储存了3000辆 M1 坦克，分别应对太平洋和大西洋战区。此前老旧的 M60 已经不再作为美军战略物资储备，只有部分被改装成靶车还在服役。而我们前面曾提到啊，截止2015年，俄军储备坦克大约是6000辆，大概是美军的2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俄罗斯至今还保存着数量如此庞大的后备坦克军团呢？重要原因当然还是他们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过于强大的军事集群，同时考虑到俄联邦陆军仍有超过2500辆坦克处于服役状态，所以这些暂时派不上用场的坦克送去储存基地就成了很不错的选择。而另一个原因则是现代生产坦克所需的时间要比以前长得多了。二战时期，苏联可以在1年之内生产16000辆坦克，而现在即便是财力和设备充裕的美国陆军也只能做到1年336辆的最大产量。而美国对未来战争的预期是，在每个月的战斗中，陆军都会至少损失390辆坦克，也就是说，到了第9个月的时候，美军现役坦克的保有量将会下降到158辆。因此生产跟不上，老坦克保存在仓库里就成了性价比很高的选择。总之，看完大兵这期视频呢，各位朋友应该了解到，就是俄罗斯的坦克储备量大约在6000辆，其中近一半是看上去可以修复再服役的，这个数字明显已经超过了俄军现役坦克总数。以俄罗斯目前的经济来说呢，重启这些后备坦克，他们一定会相当吃力，而且他们的质量和作战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同样值得怀疑。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兵会把查到的俄军坦克库存基地坐标放到视频简介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复制到谷歌地图中来查看研究。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